我是林峰，一名住在台北的建筑师。那天是周五，下班后我赶着回台南老家，母亲说外婆身体不太好，希望我这周能早点回去。从台北出发，已经是晚上9点半，国道上一片静谧，前方没有车，像整条高速公路只剩下我一人。车内的气温舒适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，但我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出发前，台北办公室的清洁阿姨突然拉住我，低声说：“年轻人，这么晚开车，过了新竹就别停车了，尤其别看后照镜。”我当时当成玩笑，笑了笑便离开。但现在一路驶过新竹后，我总觉得车外的夜比平时更黑一点，不是没有路灯，是那种光照不穿的黑。我试着安慰自己是太累，但当我驶入某个弯道时，第一次恐怖的异常出现了。凌晨1点30分，靠近嘉义段，我瞥见前方慢车道上有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正慢慢走着。这种时段怎么可能有人在高速公路上走路？我放慢速度，打算绕开她，却发现她没有影子。车头灯照过去，光线明亮，路标、反光片都有影子，唯独她的脚下是空的。我心跳瞬间加快，赶紧换道超过她，不敢看太多。可当我瞄了眼后视镜时，心脏猛地一紧，她正在对我挥手，嘴角弯成一条诡异的弧线。那动作不是求救，而像是告别。我猛地将后视镜转向，不敢再看，但那股寒意已经沿着脊背渗进了骨缝里，开了几公里，手还在发抖。我打开冷气，深呼吸安抚自己，只是幻觉，是太累了。我准备在台南麻豆休息站稍作停留，喝个水，然后直奔老家。车辆驶下匝道时，休息站明明灯火通明，但却空无一人，没有车，没有员工，连便利商店都没开。我只好停车后在车上闭目休息几分钟。正当我快睡着时，副驾驶座传来细细的沙沙声，像布料磨蹭车椅的声音。我睁开眼，那个声音停了，但我能感觉到一股存在就坐在我身边，呼吸均匀安静。我死死盯住前方，不敢动，不敢说话。忽然，咔嗒，副驾驶的安全带自动扣上了。那清脆的声响像是在提醒我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我疯狂打开车门冲到车外，大口呼吸，但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里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在现实里。我想逃离这一切，重启车子，继续驶往家中。雨开始下了，小雨滴敲打玻璃的节奏就像某种催眠的节拍。旁扶车内的另一位乘客也感到放松了。我终于驶入熟悉的台南街道。清晨5点，天色才刚刚泛白。我摇下车窗，湿热的空气混着淡淡的青草味扑面而来，是家乡独有的味道。心里松了口气，也许一切只是我想太多了吧。我转进熟悉的小巷，前方的老旧铁门是外婆家屋。这趟夜车虽然诡异，但终点总算是安全的。正当我准备下车，手机荧幕忽然亮起，一条简讯跳出来：你车停在哪？你妈找不到你，报警了。我一愣，爸爸怎么会这么说？我不就在外婆家门口吗？我马上回拨电话：喂，爸。但接起电话的是妈妈急促而颤抖的声音：小峰，你在哪？他们说你车祸了，你爸刚从警察那边回来，你怎么还能讲电话？语气混乱中带着哭腔。我看着车外的母亲正从铁门内走出来，她一脸惊恐，眼神扫过我这辆车，但那不是母亲看到儿子的表情，而是她像在看一辆灵车。她直直望向我这方向，却没有对上我的眼。不对，她在看我身后。我猛地回头后座，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孩安静地坐着，双手交叠放在腿上，眼神冷冷地与我对视。她开口了，声音却是我自己的声音：我早就说过，不要看后照镜了。下一秒，
车门啪的自动上锁，仪表板亮起，目的地起点。我猛地想开门，却怎么样也打不开。引擎无声启动，方向盘缓缓自己转动，车子倒退，转向沿着原路驶回。外头天色再次暗下来，街道一个人也没有，像从未有人居住。我看着车窗外倒退的街景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从脊椎一路爬上后脑勺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不是梦，也不是幻觉，我已经过了黄线。那一晚，在那段高速公路上，在我犹豫的瞬间看了后照镜的那一刻，我就不该回头。我以为只是一次违规超车，但那是我人生的终点。在公路上，黄线是警戒线，是界限，是生与死的分水岭。林峰那晚因疲劳开车而违规超车，车子失控撞上护栏，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。他的灵魂还停留在开车的意识中，一遍遍重走那段回不了家的路。每一次看后照镜，每一次偏离主干道，都是他与现实逐渐断裂的证据。那个红衣女孩不只是灵异的象征，或许是黄泉的引路人，或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早已知道却不敢面对的那一面。而仪表板上的目的地起点，说明他永远困在车祸发生的那一刻，无法醒来，也无法真正回家。睡不着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那天晚上，我只是想提早回家。我刚结束台中出差，开着公司的白色轿车，准备上国道1号北上。晚上11点，雨不大，但雾很重。为了省事，我打开了车上连接的 Google Maps， 自动语音响起那熟悉的女声。预计抵达时间凌晨1点48分。我戴上蓝牙耳机，打算一边听 podcast 一边专心开车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段路我会一直开不到尽头。起初一切正常，直到我照着语音导航转进一条笔直的产业道路，那导航突然说：“您已开过头，正在重新计算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这条路我以前也走过，明明就是正确方向。没多想，我照重新导引的路线前进，但接下来的指令越来越奇怪。在300公尺处右转进入死亡路。死亡路，我苦笑，大概是导航还没更新地图吧。我照做了。接下来的路越开越狭窄，两旁只剩漆黑的山林，没有路灯，没有反光标志，只有车头灯照出前方朦胧的湿气。路况也变得颠簸，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导航此时又跳出一句：“您已偏离安全路线，这不是建议的选择。”我心头一紧，什么意思？这种句子从没听过。我想原路折返，但后照镜里什么也没有，连刚刚转进来的十字路口都消失了，就像这条路根本从没存在过。过没几分钟，导航突然连续发出刺耳的警示音，然后那机械女声不断重复：“请在前方安全处回转，请掉头，重新规划路线中，请掉头，请掉头。”我一边开车一边狂按荧幕，想把它静音，画面却开始闪烁，地图画面变成全黑，只剩下我现在车子的定位点，那个蓝色箭头不停地在一条红色绕圈线上打转，就像我永远走不出去。我吓得心跳加快，猛打方向盘，但不管怎么开，车灯前方永远都是一样的转弯，同样的路牌，同样的一棵倒掉的树干，就像地图在重播。然后我注意到后座有东西，从后视镜看，一张模糊的人脸贴在玻璃上，眼窝深陷，嘴巴微张。下一秒，导航再次响起：“目的地已抵达，您怎么不下车？”我猛然踩下刹车，车子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，差点撞上前方的树干。
导航还在调整，您开过头了，重新计算，你已偏离路线，你已抵达。我手忙脚乱拔下手机，想强制关闭 Google Maps， 但画面瞬间变黑，只剩下3个字留下来。突然，副驾驶座安全带啪的一声自己弹开，那条皮带缓缓地伸长，像蛇一样朝我脖子缠来。我大叫一声，猛力推开车门，滚到满是泥泞的地上。就在我翻身逃离时，车内荧幕最后一行字消失前闪过一句：逃不掉的，下一次会准时接你。我拼命奔跑，直到撞上路旁一间深夜便利商店，店员被我吓了一跳。我颤抖着指住手机，却发现导航 APP 已经从手机上消失了，整个历史记录、定位资料全都没有了。警方接报来时，只找到我的车停在那条林道上，车门开着，电池没电，导航荧幕裂成蜘蛛网状。他们说那条路早就封闭10几年了，根本不在任何导航软体里。嘿，感谢你们听到最后。喜欢睡前鬼故事，欢迎订阅我听更多。我们下次见。